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无相之境，为你搜索各种宇宙小道消息，别人看不到的，我们偷偷告诉你。世有无相，万象藏形。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，说它是神山吧，不完全是；说它是仙境呢，也不是。这个地方，咱们中国古籍里早有记载，叫做昆仑。在仙侠剧里面，可能大家都听过一句话，昆仑可是神仙出入之地。但问题来了，昆仑到底是什么？它在哪里？真有神仙在那里溜达吗？还是它只是一座大山？今天我就给大家唠一唠这桩上古秘事。咱们以前上学都学天上、地下和人间，但实际上在古代人的世界观里，天地是分很多层的，就像一个千层蛋糕。今天呢，我们简单的来分4个主要的层级。第一层呢是人间界，就是现在咱们活着的地方，每天吃饭、睡觉、上班、谈恋爱。然后呢就是昆仑界，它是连接天地的交通枢纽，灵魂升降、神仙开会、星际旅客打卡休息的地方。之后呢就是太微天，天上的星星和命运系统，谁家运气好，谁要倒霉，基本都在这里安排。紫微垣是最后一层，它相当于灵界高层议会，专门制定宇宙规则，分配剧本。所以你看，和我们想象的天上地下完全不一样，其实是有很多层级，每一层都有自己的规则和负责人。那么昆仑它到底是什么呢？好多人以为昆仑就是那片大山，其实昆仑不是一个单纯的山头，它是一个能量中枢加上星际通道枢纽。在远古地球还没被降维锁平的时候，昆仑是地球上最强的能量口子，灵魂来地球投胎，然后离开，星际朋友们互相串门，高维使者来访，全部得经过昆仑打卡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地球版的宇宙高铁总站，灵魂版的机场中转站，外星访客版的休息区。那时候昆仑的周围还有很多特别神奇的建筑和能量点，古籍里叫，比如说天梯可以直通太微天，九泉之门通往灵魂的净化之域，扶桑神树是连通太阳和月亮的轨道，然后西王母宫是能量疗愈和灵魂体检的场所。但所有这些地方呢，都藏在多维空间里，物质世界里你是根本看不到的，只能在某些特定能量窗口、梦境、冥想或特殊体质的人才能够感知。所以神仙为什么要走昆仑？在古代呢，仙可不光是我们想象中那个穿着白袍飘在云上喝茶的，所有能自由出入多维空间，能在不同世界旅行的存在都叫仙。他们有的是修行到一定等级的灵魂，有的是外星访客，有的是高维使者，反正他们都统称为仙。而昆仑呢，就是他们上班、开会、办签证、休息、进修的必经之地。阿卡西记录里面甚至写过，昆仑呢有12座天门，每一扇门都对接不同的世界。比如说东门通向人间，南门连向星界，西门连向外星文明，北门通往九泉的净化之所。昆仑就是他们的宇宙交通枢纽，来地球、离开地球、转世、疗愈，全部都在这里进行中转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现在昆仑还存在吗？虽然咱们现在地球频率掉得很厉害，很多的昆仑通道都已经关闭了，但是好消息是有一些残余的节点它还存在。比如说在中国境内，苏州、云南滇池水域一带，加拿大的落基山脉、南极洲的地下网格，一些地方呢，如果你灵性比较敏感，或者在冥想、做梦、灵魂出游的时候，突然感受到一股特别古老、厚重、远古的能量，就有可能是穿过了昆仑旧址的能量残影。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，别怕，那是好事，说明你的灵魂和这些地方是有救援的。所以为什么这些事情普遍世人是不了解的呢？说白了，
它们太炸裂了，普通人一时接受不了。你想啊，如果大家都知道地球它不止一层，灵魂能上下穿梭，外星文明早就来过，古代那些神话故事不是瞎编的，那么很多社会体系、历史、信仰、权力机构都要崩塌。所以这些真相被藏进《山海经》《大荒西经》这种古书里，等待像你、像我、像这样的灵魂觉醒者慢慢挖出来。放到最后，总结一句话：昆仑从来不是一座山，而是一个灵魂返源、神仙议政、星际访客必经的超维枢纽。它见证了地球灵魂体系的升降、星门的开启、外星文明的介入、灵魂疗愈和天地议政的历史。而现在，虽然大部分昆仑节点已经沉睡了，但它还存在，只是藏在了时空的夹缝里，等待有缘人再度叩开那12扇天门。也许你的灵魂本来就曾在那里，说不定下次冥想梦境里，你就能见到那道传说中的昆仑光门。好了，今天的无相传讯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轻松接地气能量满满的宇宙秘闻，记得点赞收藏。下期我给大家来讲讲这具体的4个主要维度：人间界、太微天、紫微垣还有昆仑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事有无相，万象藏形，咱们下回再聊。